其实刚刚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置。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千金之门。这个它的创意来自什么呢？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千金之家。然后呢，这个千金之家的主题呢是来自我们马王堆汉墓里边出土的千金涛。千金涛这个字呢，大家到时候可以看到是绞丝旁一个条，所以它就是一个条状的、细细的、窄的这样的一个装饰袋子。然后上面装饰着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用篆文装饰的千金这2个字。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对这个马王堆的印象就一般都是停留在主要是梯形帛画，对吗？然后还有很漂亮的漆器，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那些丝织品和衣物和素纱单衣。但是呢，就是这个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这个千金涛，它其实里边也承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千金的来源嘛。对。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千金之门进入千金之家。这边呢是我们的云气不息的一个整个展览的一个序厅。那这个云气纹是来自哪里呢？我们云气纹目前的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彩绘观上，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漆器上面，包括丝织品上面都有很多的云气纹。所以大家如果来看展览就会发现，就是整个展览里边最重要的最高频的就是云纹。所以这个云气不息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序厅，一个影像的一个作品，就是为了突出就是这个马王堆的墓葬，它的主题就是为了希望有一个非常生生不息的这样的气息。因为云是气的最好的一个就是视觉化的一个表现。那么人死气散，所以这个云气不息其实是希望着生生不息，生命不息。好的，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小的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的这个动物啊。对，我们待会进去可以看到。好的。那这个观是不是4重观的一个就是装置的解析？对，我们呢先一上来呢，希望让观众对整个就墓葬的一个最基本的结构有个了解。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专门的4重观和加棺椁的一个示意的一个装置。最下面的呢，这个就是叫椁，它全是用木头，然后完全没有我们现在的钉子，就是那种榫套的这样的榫钉的这个结构把它拼成的。然后在里边呢有4重棺，最外面一层呢是素黑的，就全黑的。然后再往里第2重呢是黑地彩绘，就是那个吧？对，就黑地上面的彩绘。然后第3重呢是朱地的彩绘。然后最里边叫警示棺，警示棺装饰的呢有那个鸟的羽毛，也就是羽化登仙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可以一重重的观去细细详解。好的，我先也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我们一般的学者研究会认为呢，这4重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4季。就你看啊，就最素黑的代表的很肃杀的冬天，就没有不太有生机的。但是从第2重那黑地彩绘开始呢，它就冬季一阳生，就开始有生机出现。所以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到，就是上面的云纹、生机这种生气的一个出现。然后第3重的这个朱地彩绘呢，它就是有点夏秋的这个感觉，因为红颜色一般是火热的夏天的感觉啊，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有春夏秋冬4季不断的循环轮转的一个感觉。所以也就是代表了我们古人也希望通过这个墓葬的这个设置，就希望我的生命也能够像4季一样，能够可以轮回，死了还要再回来。这个就是黑地。对，这个就是黑地彩绘棺。所以你看是不是就最主要的纹饰就是云纹。对，那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序厅里看到的。对，这种很流畅很生动的云纹。然后上面有很多小怪兽，对，小怪兽，对，小神兽。对，那个是象征的什么呢？就因为根据古代的传说，就是人死了以后灵魂
它会容易会碰到很多一些怪兽会去把它们吞吃掉，就坏的怪兽把它们吞吃掉。所以这些神兽呢，它是来保护灵魂，不被这些怪兽吞食，然后给它迎接保驾护航，然后并帮助墓主人可以就是激发他的生机。所以我们在墙上呢也会给观众们准备了这种对图案的一个解析，所以里边很高频的会出现什么怪神射鸟啊，或者是怪神操蛇啊，这些里边代表的一种寓意呢，很多时候据专家们的研究，就比如鸟，它代表的是一种阳气，因为鸟是一种很阳的，飞在天上的。所以呢，就认为，这个把这个鸟给射了，就代表我把这种阳气给捕获了。因为人死是阴的状态嘛，那把阳气给捕获了，也就意味着我可以获得生机。这个是朱棣对吧？对，这是朱棣彩绘观。然后我们看啊，就刚才我们不是可以看到那种非常流畅的云纹吗？那在这儿我们就看到这个云纹是不是变得有点方，是吧？然后再加上边上就更加有几何形的这个纹样的出现。所以大家如果来看展览的时候，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里边的就是纹样，主要有2类，一类呢就是像云纹啊、火焰纹啊，或者是枝蔓型的植物的纹，它是流畅的、生动的，代表着一种生机的、生生不息的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激发的这种状态。然后这种几何型的呢，它一定程度上有点固定的，所以他就希望表达一种什么呢？是有规则性的，对吧？对，规则性的，也就是说美好的东西希望把它固定住。对，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说的千金，千金涛上面它就有几何纹的装饰，然后千金2个字在这个几何纹的装饰上呢，也就是说，希望有千金很富的这个状态能够固定下来。对，你这样解释这个是印花彩肤纱。对，这个是印花复彩纱的这个，我们呢也特别就因为这个也是最早发现的印花和复彩这种2种工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丝织品，然后它有7道工序，所以我们呢就进行了一个解析，就从最边上开始。这个是织的，然后这个是就把它给印上，在织物上把它印上去这个植物的纹，然后相当于一个定位的一个方式，然后再在上面呢把这些花蕊再画上去，这是硬的，然后再把花蕊画上去，然后再把花的穗再画上去，然后再把一些上面的一些花的那个叶子啊，包括一些小的轮廓线，就是白色的有一定的高光的感觉的，不同的色彩的，这是粉色的，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然后整个就是形成了一个7道工序的印花复彩纱。对，那么其实如果这样的颜料的话，那其实它的这个要求还很高啊。那我们怎么能够防止它就是在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剥落呢？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以我们待会儿如果看到我们所有的丝织品的文物的时候，香博的老师们严格的要求必须平放，对，因为我们本来是希望想要让观众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比如把它倾斜一点啊，它是不允许，因为一个是时间太久了以后，也怕这个丝织品容易就是脆弱，然后呢上面的就是矿物颜料本身不会褪色，但是变得脆了以后，就担心它会就是剥落下来。对，所以我们是非常严格的遵守文物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来做我们整个展示。对。那我看到这里有一个装置，其实可以一眼千年，对吧？一眼看到千年，对吧？因为我们今天呢在做汉代的这个展览，但实际上目的不是说回到汉代或者是简单的去研究汉代，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方式，其实也来提示大家，其实汉代的生活方式、汉代的文化一直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血液里流淌的。所以比如它里边很讲究我们比如饮食养生，你4季不同的季节要吃不同的东西，
不时不食。对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做汉代，但其实上也是跟我们今天有关。对，那我们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啊，这个是。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的那个千金涛。对，文物千金涛。其实这个设置的是往那边看会更清楚一点。然后那个就是生活用具对吧？当中那些都是。对。然后再那个是过去就天人之思跟帛画帛书这些有关的。那最后一个就是马王堆3号墓的这个帛画。3号墓的帛画，对，梯形帛画，对。那时候这叫一眼千年。对，一眼千年，2000多年实际上是。然后这边呢，我们是对那个，我们丝织品的一些纹样进行了一个影像的方式的一个表达，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纹样其实是很当代、很时尚的。对，放在今天你看，完全是非常时髦的啊。对。然后你们还布置这样一个镜面的这样一个对，观众可以进去，它这样就是因为打卡拍照图案嘛，它是2方连续或者4方连续，是不断的延伸的嘛，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像万花筒啊。对，万花筒，很漂亮，是吧？很时尚。它的包括它的配色、它的形状，对。然后而且它所用的所有的纹样啊什么，它都是有吉祥的寓意的。然后也有跟天地人的一个相关联的。那我们来到这个展厅，这个展厅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放的一些丝织品和一些漂亮的纹样。那这个是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就说是第一次来，就是出了这个湖南省博物馆来展览吧。对对，而且这件作品呢，也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就是在丝织品上绣一整句这样的一个文字的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然后这个衣服呢，据考据是叫睡衣，睡呢是那个一字旁一个兑现的兑，是赠送给亡人的。对，叫睡衣。那这个启绒棉残片呢？启绒棉好像也是一种非常，就是只有在中国才看到的非常早期的这样一种织物，是吗？对对，它呢是用多种颜色的那个丝，拿金线，多种颜色的金线的那个丝，然后跟单个颜色的纬线就交织而成的，所以这个是主要靠织的技术把这个图案给织出来的。启绒锦啊。然后还有印花复彩纱残片，这个特别漂亮。就是我刚才看到的，对对对，就所以它7道工序，一道一道给印出来的。这特漂亮，保存到现在，这个颜料真是太不容易，而且都是有些都是画出来的。对，它如果能够透光展示的话，更漂亮，它的色彩都能够体现得更加好，因为矿物颜料不褪色，所以是很漂亮的。然后这个呢是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这个印花纱就是它的制作是非常的，很耗时。就比如只有48厘米宽幅的这样的一个纱，它上面想要印1米长的这个印出来，就它的花纹要印1300次。哇，所以很金贵。那一天印一次要印3年。对对，这个呢也是我们至今所见的最早的3版套印的丝织品。套色还套得很准。对，套色很准，因为他们是会有很好的方法，就像刚才我们展示的印花复彩纱。其实汉代的纹样是非常丰富与漂亮的，那他们有一些什么蕴含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比如它叫凤鸟纹，然后凤鸟纹它因为凤鸟在古代它是代表一种是仙鸟，是长生不死的，所以呢也就意味着我们用这个凤鸟纹就意味着可以得到长生。对。然后比如像云，我们刚才也知道，就云气纹，它就代表着生生不息，所以在我们所有的漆器上其实是可以看到这种云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坐垫啊，就是这个陈云绣的坐垫，对吧？然后陈云绣的坐垫，那它有些什么样的讲究吗？这一次是非常珍贵的，好像也是首次出全球首展，因为那个省博就对我们真的非常好。他呢就是把这个他们在自己馆里都没有展出过，所以把这个第一次展出的机会给了我们。
它很珍贵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刚开始大家都以为它只是个整金，因为它薄薄的嘛。对。其实它里边是有丝棉垫在里边的，是坐垫，就是我们今天的坐垫。然后所以就是经过我们那个香博的老师在经考证之后，其实这是个坐垫，然后上面呢有那个对鸟菱形纹的这样起地的这样的一个坐垫，这就是叫乘云绣。你看到我们那红颜色的，主要就是里边有一只鸟的眼睛的，那个呢是凤鸟，它是用一个眼睛来代表是凤鸟。那这个是绣呢，还是就是采夫呢？绣就是绣，所以它的名字会说得很清楚的，乘云绣是绣上去的，叫锁针绣的那个绣法绣上去的。绣得好细致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您刚刚说到这个漆器上的许多纹样那也是代表他们对这个生活之美的追求，汉代人。对，可以在这儿这些，所以我们仔细看的话，就是包括这些，这个看得比较清楚。你看下面主要是云纹，是吧？而且非常的流畅。所以楚地的文化，就是我感觉它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就是美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气韵生动，是吗？对。所以你看里边全是云气，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对生机生气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是一些君姓酒啊、君姓食啊，就是请你喝好吃好啊。然后这个是他们出土的时候的一个那个托盘，然后上面呢是有边上的两个甑，就是酒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器耳杯，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烤串，就烤肉的肉串，然后还有对竹筷子。竹筷子有吗？这次没有。这次没有，对。你看那个盘子上就是有猫的这个形象，对吧？对，有狸猫的形象。它狸猫的形象我们是哪个？对，在这边。说辛追夫人是猫奴啊。对，她比较喜欢猫，应该是在那个上面。对，应该在那边那个是君姓石嘛？对，君姓石狸猫纹旁，就那个上面。那个。对，大的那个上面。这个小的也有，里面的狸猫的形态就都不一样的。君姓石的小漆盘。为什么叫君姓石啊？就是请您就请君吃好。对，请欣赏美食。君姓石。请不是欣赏请品尝美食。这个有一套啊，这个是一套。它设置的也很好。你看这边的几个都是顺着放，然后另外一个倒扣，就这样就固定住。对，固定住。对。然后你看我们设计师也非常用心。我们刚才不是看到那个托盘嘛？我们地面整个这个厅就是用这个托盘的方式设计的。你看边上那个灰的，然后中间红的，整个形状就是一个托盘的一个形状。那这个纹样呢？这个是我们前面不是看到过有双龙交臂嘛？它其实对双龙交臂的一个简化，就是阴阳交合的意思。双龙穿臂，从那个中间的那个玉臂里边穿过。那这是看上去有点像一个生活场景，这是怎样一个生活场景？这就是一个屏风，然后呢，我们的墓主人生前呢，先地上铺个盥席，然后盥席上面再铺刚才的那个乘云绣的坐垫。然后其实边上还应该配上那个漆脊，就倚靠的那个。对。然后前面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漆器、饮食，然后包括有乐队、歌舞咏。就宾客迎门的这个样子，对吧？生活场景所以我们也特别请音乐家来配了音乐。这个音乐是不是上海民族乐团特意为？上海民族乐团的指挥，那个彭飞老师，他特意经过对马王堆的感受和研究，然后创作的。
因为很多乐器其实已经失传了嘛，所以他就用这些乐器的近亲远亲们来把那个音乐给表达出来。对，这是我们的195，对吧？这是我们的3件之一的195的那个文物。所以它出土的文物里边，尤其这种漆器，有一类呢主要是梳妆的妆奁的用品，有一类呢主要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漆器酒器，就是跟吃的有关的食具。然后这个妆奁里边呢，它装的是一只乌纱帽。对，所以它是立西木出土的乌纱帽。那其实这个是不是第一个就是完整出土的装了乌纱帽的这样一个？对，这个是国内最早的，应该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出土的乌纱帽。然后所以你看，是不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云纹？对，以云纹的装饰为主。然后而且它用漆的方式把矿物颜料调和在里边。就是这个堆叠的非常高，你摸上去它都，当然我们没摸过，你就看得出来它是有凹凸有致的，对，有凹凸对，很有立体感的，很舍得用材料。汉代人好像特别喜欢用云纹啊。对，所以我就说它是一种对气韵生动，对，或者是对生命的这样一个追求和表达。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帛具。什么叫帛？这叫六帛具，是他们当时就是从达官贵族到普通老百姓都喜欢玩的一种游戏，据说有益智的作用。除了这个作用以外，还很有意思的一个是什么呢？就你去看，尤其是东汉以后出土的那种墓葬里边有画像石、画像砖的，一般呢就上面都会有那个仙人对弈图。对，那个仙人对弈的就是这个用这个吗？对，玩的就是这个。然后它其实所以就是说，它不光是我们平常娱乐和益智的一个游戏而已，而且它会有沟通天人和沟通仙界的作用。因为据说经典里记载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说有一个人他的寿命只有19岁，然后呢他就请教了一个高人，那怎么办呢？那个高人说，你哪天看到就是树底下坐了2个人在那下棋，你就上去给他们好吃好喝，什么话都不要说。然后他就有一天就真的看到2个人在那下棋，他就去了，然后给他们好吃好喝，什么话也不说。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突然意识到，哎，你谁？你怎么在这儿？然后他就说，他什么都没说，忘记。然后呢，边上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呀，人家都给你吃吃喝喝了，那你就帮人家一下嘛。然后呢，那个人就拿出一个本子来，上面把19把它改成了91。对，这个是一个传说，所以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玩这个博戏的方式，瞒天过海就可以得到长寿。所以历代的那些你去看，尤其是东汉时期的墓葬里边，就仙人对弈图一定是标配。对。那为什么会就是墓葬里面会把吃喝玩乐他们的生活的所有的就是乐趣都会放到这样一个墓葬里面？说得非常好。所以其实就是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古人视死如视生，然后通过就是比如对饮食啊，对这个生前的那个庄帘啊，它其实也有一个深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饮食，古人认为它是滋养体魄的，因为人是分为魂和魄嘛，然后所以通过饮食这些来滋养人的魄。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妆奁里边还装有头发、假发，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乌纱帽，它其实也代表的一种就是对人的魂气的一个保存。所以魂和魄都得到了滋养和保存的话，那他在地下的世界里边以后想要重新重生，那他就可能性就更大了，能得到乐趣，更容易。对也就是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得到乐趣，对吧？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非常的好。这个是。然后这边呢有很多是什么呢？是各种木牌，就它出土了很多木牌，里边标明了就是我这个里边藏的是什么，就一个一个竹筐子，像标签一样，对，标签就是让你知道标签牌，就是收纳用的，收纳用就知道是什么的。所以里边有糖啊，有橘子啊，有鸡蛋啊，还有牛肉。
还有那个黄米糕，各种米糕。那其实这些食物我们都在后面都能看到，对吧？后面有一部分食物的出土，然后这些牌子上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各种各样的烹调的一个手法，不同的烹调方式。牛脂。对。然后这边是一些名器的陪葬品的一个竹简，上面标明也是有什么东西多少，衣物有多少。然后这边来到下面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第3个板块“天人之丝”。这里呢，主要呢，这里地下就是有帛书哦。对，字样从周易上的那个字把它给拿出来。这边是道德老子的那个帛书的一个甲本。这次墓葬里呢，利西的墓里边出土了有甲本和乙本的老子。然后而且它的内容呢是，我们传世的不是《道德经》嘛，《道经》在前面，《德经》在后面，然后它是倒过来的，《德经》在前面，对，《道经》在后面。相马经。对，相马经。所以你看，就当时，就他对这个马的这个观察，通过观察的马的就是不同的部位，可以鉴定这个马匹的优劣，所以就可以看到当时楚人他们一个是对马的一个喜爱，一个是对马的运用非常的多，尤其是战争啊什么的。那他们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书籍也会就是放到这个墓葬里面呢？当做一个这样的墓葬用品？视死如视生呀，也说明当时的这些贵族们他文武兼通，因为这是墓里头出来的，然后也是说明他就是生前对这些书籍的一个喜爱，对。然后在地下的死后的世界里边，也要像生前一样继续读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呢？这个养成其实就是这些书籍、这些思想、这些文化来富养的。它不是光说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只是其中表象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还是后面的这种文化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滋养。这是一个过程。对对。然后这个就是著名的导引图它的动作是据现在的专家们研究，它这里总共有44个动作，然后据说其中至少60%以上的动作它是有治疗作用的，就它不是保健哦，它就说你这个地方有肩膀不舒服啊，或者腿不舒服，但是你去做了以后真的会有治疗作用的，所以可以就是疏导气血，然后引申肢体的导引图。那这还有一个养生的部分。对对。然后你看，还有最早的帛书的胎产书，就是关于产妇的护理，对吧？产妇的护理，对。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怀胎10个月胚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介绍。科学书对吧？对对对，医学的一个科教书啊。丧服图。对，这边有那个195，也是我们另外一件195是《周易》帛书是吧？看一下《周易》帛书的《周易》也是我们的195的一件作品。那这个是《周易》最早的版本吗？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版本，而且它里边比如像易传啊这些内容是后来是失传的，在它这里就出现了易传。但是它可能它的卦序啊什么。那个爻辞啊，可能跟传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纠正我们后世的一个传世的版本。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最重磅的这个展品啊，我们的第3件的195，这次主要有3件的195，这是第3件，就是辛追夫人墓出土的1号梯形帛画，1号墓的梯形帛画。这个也是非常难得，湖南省博物馆很少这个出省展出这样的一件文物吧？是的，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观众能够在上海看到这样的一件国宝。我们可以听一下音乐，刚才是有
颂钵的声音，对，就一种宇宙的天国的进化的这个音乐，这也是鹏飞老师专门创作的。因为我们这个帛画一般的专家认为是分为地下、人间和对天国对3个层次。这个颂钵可以去找到那种什么天国的这个声音的一个感觉。那您能解释一下这上面的这个纹路它代表什么意义吗？好的，你看啊，就我们前面不是说到过，对，我刚才忘了说，它呢是覆盖在我们前面的4重关的最里边的那重关，内关就是警示关上面的，铺在那个警示关上面，那边是墓主人头的朝向的地方，铺在上面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也不是说了，这个4季的轮转也好，就人死气散也好，那么在最下面的地下的部分呢，它代表冥府。冥府里边呢，就是也是冬天的很肃杀的一个状态，所以人死气散，这里就是看不到墓主人的。但是呢，这里你可以看到2条鱼的双鱼交合。我们一般把这种交合的都代表一种生机的一个勃发。然后你看到两边是不是有2只乌龟？对，2只乌龟嘴巴里衔着灵芝，然后拿灵芝来献寿。所以你看，它都从地下都爬到这个代表地的这个板上面，对，都爬上来了。然后到这儿，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墓主人的家里人给他进行祭奠和吊唁。你看，所以边上摆了很多壶啊，壶上面也都装饰的云气纹，看到了吗？然后那个是墓主人的尸体，看到了吗？半圆形的，然后上面摆了很多是食物，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拿食物去祭奠和滋养死者的这个魄。然后在上面呢，那个是玉磬。玉磬呢，在音乐里边它有一种可以激活气血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就是通过这个阴阳的鱼的交合，然后通过这个灵芝的献寿，然后通过食物的供养和祭奠，然后再通过这个玉磬的音乐的一个激发，然后开始上面就这2个，这个像有鸟的翅膀的这2个人就春神勾芒，然后就你看就春天来了，就开始生机真的是勃发了，所以2条龙。就它是那个穿壁而过，2条龙交合，就代表新的生命诞生啦。然后上面就是墓主人的形象就开始出现了。所以经过下面的一波操作之后，墓主人就出现了。所以他就从气散的到现在就是气就形成了。你听现在的音乐，就是以代表辛追夫人的这样的一个像环佩叮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然后在上面呢，就是飞廉，他是负责把那个魂魄接引到天国的。然后再就是上面华盖的上面是帝昏，是2个看守天门的，就是对2位帝昏，然后再迎接墓主人，然后上去到上面以后就是天国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日月，然后你看蟾蜍的嘴巴里也是有灵芝。这个和那个乌龟的灵芝有呼应啊。对。我们肯定不知道它究竟什么意思嘛，但是我觉得观众们可以过来根据自己的这个理解去猜想。然后所以关于这个中间的这个形象，它是人面蛇身像嘛。然后很多专家们的解释也不同，就比如有的说它是羲和，羲和是谁呢？它是10个太阳的妈妈，是住在汤谷里的。然后10个太阳呢，不是轮流值班嘛？每天有1个太阳出去到人间来照耀着大地，然后其他的9个呢就在汤谷里沐浴，然后在这个
我觉得这个音乐特别棒啊！是的，这个音乐也是就是上海民族乐团特制的那个彭飞老师他创作的，然后请了一些音乐家来演绎的。对，所以其实这个音乐是也分成3个章节，然后第一章就是我们听到的颂钵，就是这种天堂的这种净化身心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其中第2章呢是表现辛追夫人的七弦琴的，她生前弹的那个七弦琴。然后第3就现在这个部分呢是钟鼓齐鸣，就这种永生和升天的这个时刻。对，音乐带给人感觉还比较神圣。对，因为我们中国古人是特别重视音乐，他的音乐好的音乐是可以激荡你的气血，让人变得更加健康，所以它五音入五脏嘛。那这个是马王堆3号墓的梯形帛画是吗？对，是立熙儿子的。然后我们很多专家呢都认为，因为这个是早于那幅就是1号墓，母亲是下葬的最晚的。然后呢，就是认为他是大概是过世的时候非常仓促。所以这张画的呢，你看不像1号墓的那张，它是疏密比较安排的很好，对，那个很精致。这里就有点内容非常多，然后密密麻麻的。那其实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对，过世的时候只有30来岁。而且这里边有个内容很有意思，就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最下面有没有看到一个湖？看到没有？一个湖的一点点。对。看到了吗？对。所以很多专家也认为，你看这个形状像不像一个湖？像的。倒的。对。倒的一个湖，然后这边是一个正的一个湖，看到了吗？所以我们也是古文献里也记载说，这种壶它可以把生命之气装在里边。所以你看，所以我刚才说的那种云纹的壶啊什么的，包括1号墓上面云纹的壶，是不是就有可能代表这个里边容的气装的这种代表生命之气？对，这是我们不同的专家各自的一个研究和看法。那这件的就是真迹，其实要到8月中旬以后才会来。对，是的。我们目前呢，所以我们有2副复制品始终是在这儿的。因为那个原件要回家，对，是轮流来。然后像这些复制品，它其实也是70年代就复制了。然后我们我们香博的老师说，从来没有把它竖起来挂起来过。对，以前都是平放的，因为上面用的是矿物颜料手绘。所以他们是希望能够更好的保护的话，就悬挂会剥落。对。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特意为上海的观众争取到的第一次用挂起来的方式，当然是复制品。对。那也是有50多年的历史了。对。那其实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再仔细的看这些纹样的话，那这个装置作品，这个影像这个是数字互动，对，还有互动到这儿来。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这个，对，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一个。中间呢，它主要是气，就是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气的生成，生命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口气，然后从地下到人间到天上。那这个是刚刚辛追夫人的这一幅对，这是1号墓。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一点，上面有食物啊，有云纹装饰的壶啊，然后那个中间的那个，据说是辛追夫人的尸体，然后这口气就把这个玉磬给激活。然后有人来接他，对吧？对。然后双龙的穿壁交合，然后这个墓主人的形就形成了聚气成形，然后魂魄就上天，对吧？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上天堂还有人在接他，对吧？对，订婚。然后这个天上的金钟响彻天堂。
然后这边还就三个位置，它的互动的内容不一样。一个是四季流转，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阴阳的互动互生。要稍微等一会儿。所以我们如果来看的话，它整个帛画，整个构图上它左右基本上对称的，这就是四季轮转的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以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季节。就地下的部分基本上认为是很肃杀的冬天，然后春神代表春天，对，那个鸟呢代表夏天。然后你那边应该是阴阳的一个流转，然后这边我们也特意，一个是动画的一个解析，反正就是希望用不同的方式，让观众可以更好的读懂、看清楚帛画。因为毕竟我们那个作品文物的话，它要保护，所以光线相对暗。所以这里呢，我们把局部，这也是很不容易的，跟那个香帛要到了可以给我们放大用的高清图。啊，这些都是放大的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线条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写实能力也很强。这个其实是一般说来都是匠人的作品，他其实也画得非常好。对。你看它的这个上面的大道至简啊，你看就笔画其实很简约的。对。它的色彩主要是勾线平涂。然后也少量的会有一些晕染，这样就会有一个立体感的一个感觉。你看他对人物的那个描绘，画的很写实的，对吧？很写实的。那这个帛画是？这个就复制品，也是70年代的，是1号木的。所以我们这2张复制品始终是会在这儿的，对。所以你看它左右两边，我们也特意用文字来说明，就是疏密的处理，这种画面的开合的处理，然后包括它里边色彩和线条等等的特征。接下来我们是往这是我们里边帛书的五星占。这个空间呢，主要是跟生命时空，就是当时汉人对宇宙、对星空的一个观察和观测。就那边，比如说彗星，他们会记录和观察彗星它不同的尾巴和喙头、喙尾，就它的形状。然后不同形状的话，就代表人间会有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看这个里边是一个当时出土的一个玉环，玉环上面不是有这种线条的弦纹吗？这个弦纹就跟天空里边的星星的这种陨落啊，或者是这个运动的像旋转的这个感觉。那这是汉代的天文学，是这个可以这么说吗？我们其实是把 NASA 的那个图也拿出来，对，然后再跟他们古代的一个观测的一些叠在一起。最后刚才你看那个玉环，它就变成了碎片，但是那个小碎的也成了就天空的一个星星。所以我们设计师呢，把这2片也用不同的那个颜色的作为底板，所以也有一个阴阳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弧线像不像那种彗星啊，这种星星的那种星的轨迹啊？对，运行的一个轨迹。所以其实也是想突出这种天地人，我们汉人对天地人的这样的一个是一体的，然后对星空和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记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就可以看到整个天地人
人和社会和宇宙其实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看这个彗星是吧？不同的形状，特别可爱。他们汉代就能观察这么仔细。对，然后像那个《淮南子》里就有记载过，他们当时发现，如果沙滩上有鲸鱼，鲸鱼如果死了被冲到沙滩上，那么天上就会有彗星陨落。所以他们的观察你就可以看到是一体的。所以人是在这个自然和宇宙里边的。所以阴阳五行、四季三餐，还有政务。对对对，这里所以特别加了一个政务厅，因为像那个利西，他墓里头就出土了很多帛书武器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政务厅。就他们其实代侯府啊，他们侯府它其实除了是生活的地方，也是他们就是处理政务的一个地方，办公的地方。这就是太一将行图，太一就是他们楚地最最高的一位神明。然后据说，在出征之前会举行一些仪式，然后希望太一呢来祝福出征和征战的一个胜利。然后他的墓里头也出土了什么驻军图，然后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图。其实他即使到这个墓里面也要办公啊。对对对，就是说他跟人间是一样的生活，也要办公，也要工作，也要娱乐，对吧？这是战国的纵横家书，包括有苏秦的，他合纵五国时候共同伐秦之前的给燕王的一封书信，所以跟我们传世的那个历史都是对得上的。对。然后这是追画的漆弩，所以出土了一些武器。就是相当于这个是剑，弓箭是吧？对，是弩。弩兵器，兵打仗用的。然后这就是木柱，就木柱你看着不起眼，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就是那个叫刘邦唱大风歌，他公元前1996年回家乡的时候，经过家乡，然后呢，他当时就唱了大风歌，就是拿这个来配，是敲打用的，敲打着，用竹片敲打着。那它只有一个音节吗？还是就是有很多音节？也有不同的音节的，所以我们现在呢，鹏飞那个指挥家他是用古筝拉弦的方式来把这个模拟它，用它的乐器的远亲，算是远亲了，也够远了，因为它已经失传了。对，就把它的这个声音想要去，其实在一种寻找的状态，这个音乐里边，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的状态。对，大风歌给我感觉，如果要配乐的话，应该是非常雄壮的，非常对，它是悲壮和激昂的，因为一般用这个乐器都是在出征之前，或者感觉慷慨就义之前，所以那个叫谁，荆轲刺秦王，对，他也是，对，他的朋友建礼也是用这个木柱的音乐来给他践行的。没想到这个乐器这么简洁。对，很简单，但是弦都已经没有了。对。它其实是个弦乐器，对吧？对。弦乐，但它不是拨的，应该是敲打的。对，所以我们在这儿放了一个厉先生的政务厅呢，它是偏男性的，对吗？然后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千金一日是女性的，所以也是想突出一个就是汉代的阴阳的一个对比，因为男人所代表的征战、政务、战争，然后跟兵器，然后跟女性的妇孺的这种后方的生活。所以也是一个阴阳的对照，也是为了说明你一个生命想要非常好的延续和生存，就非常安定的社会环境是很重要的。你想你养生养得再好再健康，如果战争不小心被杀死了，那不是也是白搭吗？就是后方很重要的，对，后宫的太平。应该说就是家国的安定非常的重要。所以它也是一个生命能够非常好的延续和生存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的个体跟社会跟天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会相互影响。所以这边呢是药枕，长寿绣的药枕。长寿绣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它上面主要是凤鸟纹，因为凤鸟是一种仙界的不死的鸟，所以它做到枕上嘛，对吧？对，所以这个枕头放在这儿呢，也是跟那边的千金一日有一个呼应。然后枕头也代表睡觉做梦嘛。那里就是千金一日。对，千金一日的结尾处就是晚上睡觉，就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对，不光是休息，古人会认为睡觉是小死，然后人生是大梦一场。大梦一场。这个装置影像作品非常好，就是有那种，我听这个观众评价有这种迪士尼的感受。对，因为它的沉浸式，你看这里现在就开始辛追夫人开始就寝，然后做梦，然后紧接着后面你们看啊，就是帛画上的内容，就从小死然后到真正的死亡，就衔接得非常好。你看这刚才，天哪，我都有点晕了。你没有毛骨悚然吗？很多人看了会毛骨悚然。没有，我觉得有点晕。春神，你看，然后双龙穿壁交合。你晕吗？还好，你好像知道这只是一个视觉嘛。对。这是飞廉接引灵魂的，然后上了天堂。看帛画的出现，对吧？这个做得很妙。对。就是这个幕拉上，就等于这个一幕结束了。这个解释的好，对吧？这个就是开头的地方，就通过墓道进入2000多年前的岁月里边。曙光大，你看，咱们都是里边的文物。帛书、帛具、香薰、漆级，对，那个是仿切尔杯，乐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帛书。应该帛书，对。这个就是承禧梳妆。两边出现的是跟妆奁啊这些漆器有关的，梳妆用的。那个六子追画七妆奁里边装的就有假发。对，我刚才说的假发，对，假发代表魂气。就把它装在漆器里边，就对一个魂去气的一个保存。看起来新春夫人还是个少女。对，这个是中午的宴饮，然后边上有音乐和歌舞歌舞。看，这就是狸猫盆儿。这就是丽溪。丽苍，辛追夫人的先生是丽苍，丽溪是他们的儿子。梨花猫。对。丽
立仓的墓呢，其实是被盗了，但是它里边出土的一些什么长沙丞相啊、立仓玉印啊，就这几个印章是非常重要的，就它就确证了这个墓主人的身份，这样的话断代就非常清楚。这都是各类跟饮食有关的，对吧？军姓石。就我们刚才看过了。就是他睡觉了，对吧？休息了，对吧？进入一个小死，进入小死，然后呢，引申到了真正的死亡，到那个帛画的那个地方嘛。所以就是他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更衣室。那个素纱单衣好像是最重要啊。对对。它很薄，薄如蝉翼，就说的就是它吧？对。说就是49克重。对。那我们现在做得出来吗？用现在高科技？现在可以做得出来。它的穿法呢，专家的说法不一样。有说是穿在就是棉衣啊，穿在其他的衣服外面，然后造成一种朦胧的，而且它丝嘛那种流光溢彩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也是说作为单衣穿在里面的。然后这边就是它的那个，乌纱帽。乌纱帽。对，是我们最早的中国，我们最早出土的乌纱帽。就放在那个妆链里面的。对。它是用生丝编织好以后，然后外面再涂上漆，涂上生漆。这是五官的帽，是立溪的。五官的乌纱帽。对吧？对。这个是当时的双肩翘头方履，也是辛追夫人的。它底面是用麻的材料，然后面上呢是用那个丝缕做的。那个是鞋带吗？应该是。这是菱形纹的螺丝棉袍，这就是里边有加棉的。冬天的时候穿的。对。这是连体的衣服，因为以前不是上衣下裳分开来的嘛，这是连体的，在汉代这样的款式比较流行。红颜色很漂亮，朱红很艳丽。对。镜花嘛也很漂亮。对，这个绛红色的，这就是印花复彩纱。画上去的。复彩纱。先是印完之后再画，所以你看到吗？刚才就是先把植物的这种缠枝纹的样子先印上去，像定位作用，然后再画花蕊啊、画花穗啊，然后枝叶这些。7道工艺。很漂亮。很漂亮，这个配色啊很漂亮。汉代工艺其实挺高级的。对。然后这边我们做了一个辛追夫人的试衣镜，可以来试一试。观众可以来玩。对。要扫码，你们谁有那个吗？可以试一下，然后。对，我已经试过一次了。是吧？可以生成视频。我想生成一个很难生成的什么素纱单衣的这里是它的这个实物对吧？对，这边是辛追夫人的厨房，然后我们呢，从包括有出土的实物清单，然后包括有那个当时的帛书里边找到一些很高频的一些这些药食同源的，是药食同源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来到汉代，其实是汉代的这个生活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我们今天的厨房里常见的药食同源。所以养生很多时候可能把我们自己的厨房用好就好了。
这个是出土的吗？还是我们现在的？这是我们现在，当然是现在的。因为有一些是出土的，有一些出土的实物，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到。然后有一些呢，我们是从帛书里边找出来的，比较高频的这样的一些。然后这边就是出土的，你可以看到装食物的这种陶缸啊这些，然后里边会有这个是食物小米饼。然后话梅就各种食物，你可以看到还有话梅、小米饼、马种、稻谷，他们的零食吗？瓜果标本。你看这些很多食物的瓜果的标本。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饮食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什么大麦、小麦啊、谷类啊都有。那这个灵芝呢？对，然后这个灵芝呢，我们前面不是特别介绍了那个乌神龟嘴巴里衔的灵芝献寿，然后再是到蟾蜍嘴巴里的那个灵芝，所以这里放了一个灵芝呢，作为参观快结尾的地方，也是希望说以灵芝来献给我们的观众，希望观众能够福寿绵延。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作为就是上海的这样一个美术馆，那么为什么就是还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呢？一个千里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对，是的，是因为呢，就其实是你这样说起来，你知道湖南跟上海有什么样的渊源吗？湖南人春申君，就春秋时候的春申君。我们上海是它的封地，所以上海的名字简称的申就是来自它。然后另外黄浦江的黄也是来自它的姓，就黄歇嘛。虽然后来的专家考证说黄浦江不是春申君挖出来的，但是呢，也为了就是尊敬它、纪念它，然后我们叫黄浦江。所以你看这个渊源，所以也是为了就是两地的这个友好、文旅的这个联动嘛，所以就我们做这个展览，其实也是为了带动以后外地来上海的游客，他们可以这个马王堆太好了，然后可以去到那个长沙去旅游。所以我们就说你要代表长沙，代表湖南，那当然是马王堆喽。那还是希望我们更多的观众来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看这样的一个大展。对对，欢迎。这边是健身房。